下雨天的交响乐短篇小说上篇。在阴郁的云层笼罩下，天空滴落了细密的雨丝，打在建筑物的屋顶上发出的一阵阵声响，像是为世人演奏着一曲大自然的交响乐。这雨虽说让行人们狼狈不堪，却也为城市带来了生气，洗去了一切尘嚣。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一个雨天。主角李小轩，一位年轻且才华横溢的建筑师，他怀抱着设计出最完美城市建筑的梦想，在雨中匆匆赶往他的工作室。路上行人们纷纷撑着伞，与他擦肩而过，但他却没注意到雨水已经湿透了他的外套，又冷又无聊。他不禁踢了踢脚下的湿润地板。当李小轩终于到达工作室，他发现屋内满是水渍，地板泥泞，而他的电脑却故障了。他苦恼地拨打了电话，请来了技师刘进道来维修。在等待的过程中，他无聊地翻阅了工作室里的植物图书。突然，他看到了一株特别的兰花，记下了它的名字夜来香。就在这时，刘进修好了电脑，告诉李小重新上载资料时，突然停电了。黑暗中，李觉得又冷又害怕。他摸黑找到了，点燃后回到工作室中央。这时，他突然想到可以利用这样的雨天来设计一新型的雨宿舍，只有在下雨天才会被使用。李在黑暗中开始制草图，脑海中浮现出一具有独特造型的建筑，像溢出的，在雨中形成了一道美丽的线。他给这建筑取名为雨，希望在未来的设计中，能将这个构思融入其中。第二天，李向他的老展示了雨建筑的设计图，老对这个创新的设计非常满意，决定将这座建筑作为下一个都市更新计划的一部分。在接下来的几周内，李与他的团队成员合作无间，完成了雨建筑的设计。他们设计了建筑物内的独特雨水收集系统，在下雨天将水存起来，用于日后的非雨天使用。此外，他们还设定了感测器，以便在雨量达到一定程度时，自动开窗户和门，让室内外的空气流通。雨建筑的完工，为城市带来了一片生机。那建筑在雨天变成了一座美丽的景观，成为了居民们喜爱的聚集的。李因其在雨建筑专案中的出色表现，被提拔为工作室的主设计师。他续在建筑领域中发挥着创意的作用，设计出许多令人的作品。而他与刘成为了好朋友，他们共同努力，使城市变得更加美好。就这样，在这场雨中，李发现了自己的梦想，也实现了自己的使命。他了解到，即使在最不利的条件下，只要有强的意志和不的努力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下雨天的交响乐短篇小说下篇。在李小轩设计雨建筑的过程中，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，就是雨水收集系统的设计。这栋建筑的特点之一，就是能够在下雨天将雨水收集起来，用于日后的非雨天使用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，李和他的团队进行了大量研究。他们参观了各种雨水收集站点，并研究了各种收集雨水的技术。他们决定采用一种名为屋顶集水槽的系统。在此系统中，建筑物的屋顶被安装了集水槽，用以收集雨水。集水槽是由防水材料制成的，其设计可确保雨水不会渗入建筑物内部。为了进一步提高雨水收集效率，团队还设计了一套过滤系统，可将雨水中的杂质和污染物去除。过滤系统包括了一系列滤网和滤池，可过滤掉雨水中的沙粒、树叶和其他杂质。经过过滤的雨水会被存储在建筑物的地下蓄水池中，供日后使用。此外，
团队还在建筑物周围种植了许多植物，这些植物不仅可以美化环境，还可以帮助建筑物降温，减少能源消耗。同时，它们还可以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，释放出氧气，进一步改善城市环境。在与建筑的设计中，感测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。感测器可以检测到雨量的多寡，并在达到一定程度时自动开启窗户和门，使室内外的空气流通。这不单有利于保持室内空气质量，还可以减少建筑物内部的湿度，防止霉菌和霉斑的生长。透过与建筑中雨水收集系统、过滤系统、植物栽培和感测器的设计，李成功地将雨水转化为可再利用的资源，为城市节省了宝贵的水资源。这栋建筑成为了其他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学习的榜样，证明了在设计中融入环保理念的重要性。在与建筑的竣工典礼上，李受邀发表了演说。他说：“我相信，每一座建筑都应该与自然和谐共处。我在与建筑中融入了雨水收集和环保理念，希望它能为城市带来生机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。我希望我的设计能启发其他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，共同建设更美好的居住环境。”李的雄心壮志和卓越成就，为年轻建筑师们树立了榜样。他的故事证明，透过努力和创意，每个人都有能力去改变世界。与建筑的成功，不仅为城市带来了实际的好处，还激发了人们对建筑和环保议题的思考。如今，越来越多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开始关注可持续发展和环保设计，并将这些理念应用到他们的工作中。与建筑已经成为了城市中最具代表性、最令人骄傲的建筑物之一。它不仅为居民提供了舒适宜人的生活环境，还为城市带来了生机和活力。在雨天，建筑物成了居民们聚集和玩耍的场所，他们一起欣赏雨景，享受雨水带来的清新和净化。与建筑的成功，证明了李小轩的才华和坚持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他将持续在建筑领域中发光发热，将自己对建筑和环保的热情传递给下一代建筑师。他将成为那些怀抱梦想、追求卓越的人的榜样，一位永不屈服的斗士，一位不懈奋斗的先锋。与建筑就是一座活生生的经典案例，证明了在设计中融入环保理念的重要性。它不但为城市提供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，还为建筑界带来了新的灵感和思路。随着越来越多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受益于这种设计理念，未来的城市将更加美丽、绿色、可持续。在黑暗中，李小轩点燃了蜡烛，将它们摆放在工作室的每一个角落。他知道，这些蜡烛不仅为他提供了温暖和光线，还给了他力量和信心。在雨天，他看到的不仅是视觉上的效果，更是希望和梦想的象征。蜡烛燃烧时发出的光芒，犹如他的梦想正在逐渐成真。在这些蜡烛的陪伴下，李小轩继续他的设计工作。他坚信，只要有梦想和努力，就没有不可能的事。雨水在建筑物的屋顶上打湿了地板，但它同时也为他的设计工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动力。在雨天，李小轩找到了自己最深的灵感，也发现了自己的梦想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他将继续在建筑领域中奋斗，将这份激情和热情传递给世界。而与建筑将永远屹立在雨中，为城市见证李小轩的才华和成就，也为世人展示了建筑和环保完美结合的力量和魅力。